全世界现在只有美国在制裁伊朗嘛，是美国在帮助以色列去轰炸伊朗。如果从这个角度，美国自己违反联合国的宪章，用武力攻击别的国家，在联合国大会通过一个决议，要求要保护在加沙地区联合国的救难人员。153个国家支持，只有美国反对。美国自己常备管辖在做这个东西，然后呢，拿这个东西来去指控别的国家，说华为的孟晚舟有跟伊朗做生意，要求加拿大软禁他1000多天。你美国要去拦阻，依照你自己美国的法律，你没有办法证明他有核武，包含联合国也都说他没有。那现在别的国家跟他做正常的贸易关系，你来去阻止。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到的是以伊，难道又要开战了吗？这回以色列联手川普，会不会以色列先来做开火呢？中国大陆帮助伊朗，则是另外一方面传出年产能达到了3000枚的飞弹，让以色列非常的紧张，担心自己的铁穹末日来临了吗？今天就这些议题会一起的来做关心。这是来自于美国媒体特别做的最新披露，他们说了，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正在准备，接下来要跟川普讨论了是否再度的对伊朗来开火。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以色列掌握到的情资说，伊朗的弹道飞弹年产量啊，可能一口气攀升到3000枚左右。这一回可以说是吓坏了以色列。之所以这么紧张，就是因为大家还记得吗？在节目上我们聊过，在今年的6月份的时候，当时不是发生了这一场以伊12日战争吗？被称为是矛与盾的对决。伊朗当时发动了这一场饱和的攻击，出动它的包括了飞弹跟无人机，打爆了以色列的铁穹。现在以色列担心了，如果它真的能够做到年产能达到3000枚的这个弹道飞弹的话，是否就像是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铁穹可能再度的被打爆？所以以色列这一回他就想说，那干脆我先动手吧。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委员怎么看了？以色列他说的，伊朗可以年产量3000枚的飞弹是真实军情，还是一种可以对他做这种军事动作扑火的政治借口呢？如果他真的是如媒体报道可以达到3000枚的话，产量，那是否以色列还守得住吗？委员怎么看？上次以色列跟伊朗不是发生一个武力冲突，然后伊朗啊发射多少导弹攻击以色列？591枚。就如果他现在有3000枚，对，你说以色列一定是坐立难安。对，那对这两个国家的矛盾实在是很值得探讨。怎么说呢？在巴勒维王朝时代，就是在1970几年，这个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的之前，中东地区2个最好的国家就是以色列跟伊朗。尽管以色列打了什么6次中东战争啦，伊朗都没有参加，而且伊朗还支持以色列，他们好得不得了，那什么时候翻脸成仇啦？是伊斯兰革命。伊斯兰革命啊，这个对于他们这些新的伊斯兰教掌权的人建立一个宗教国家，他们认为以色列是美国的代理人，就是为了要来消灭伊斯兰国家。那在以前，伊朗的人认知是，我是伊朗人，我不是阿拉伯人，阿拉伯人他跟以色列怎么打跟我无关，而且他们还认为我们是伊斯兰人跟伊斯兰教跟以色列犹太教我们同源，所以有这么一个认知，它基本上平和。自从革命以后就不一样，那伊朗就支持了很多的阿拉伯人起来对抗以色列，那这个跟以色列仇就越结越大。那有一段时间，伊朗企图发展核子武器，所以搞了核电厂，以色列要去炸它的核电厂，那仇恨越结就越深，越结越深。可是，在巴勒维时代巴勒维伊朗的军队国防军是以色列帮忙训练出来的。所以现在伊朗的伊斯兰政权对伊朗的国防军是很不放心的。他现在的导弹全部是革命卫队在控制的，跟伊朗国防军是没有关系的。包括无人机，包括导弹都是。但偏偏这个革命卫队又是全世界最大的贪腐集团。然后所以形成一种很特殊的经济啊、政治啊、武力啊的一个软体。现在它号称有3000枚，有没有那么多我不晓得。那但是它恢复到500枚以上没有问题没有。那对伊朗的生产能力以色列就可能会采取行动，然后采取行动一定要美国同意。
美国会不会同意啊？当然会同意啊，对啊。如果你有能力把它铲除一样啊，美国为什么不同意呢？搞不好美国还帮你守，还提供适当的炸弹等等。所以这个伊朗跟以色列的这个以伊战争啊，这个是随时可能发生的。它就像一个永远治不好的香港脚啊，就偶尔打一下，偶尔抓一下，偶尔抓一下。那你说会不会爆发大型战争？又不会。所以都是空战。那所以以色列要准备被伊朗的导弹揍一顿啊，伊朗也要准备被以色列的空军揍一顿，因为空军携带的炸弹毕竟是比你导弹还要厉害。为什么？因为它爆炸量比较大。那你的导弹呢，因为打太远了，所以你的爆炸量是有限的哈，所以你要靠很多导弹才有办法达到那个效果。可是你没有防空能力，等到以色列的空军来啊，载那个炸弹又便宜，随便他丢，对不对哈？所以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够解决啦啊！而且中国、俄罗斯也帮不上伊朗的忙啊！伊朗内部又是一个很投机的，以前中国帮他忙还被他咬一口，什么事都发生过了，所以他只能是自力救济吧。好，以伊战事现在看起来仍然是一触即发。那这当中除了这个以色列担心的部分，就是它飞弹的发展，他们还怀疑是不是背后有人在协助伊朗，那就是中国大陆。他们现在把矛头指向中国大陆。他说呢，这个中国大陆协助伊朗造这个飞弹之外，还有提供卖给他武器。第一个有2个证据，美国的媒体说的。第一个，美国说呢，他的11月份美军的特战小组当时在印度洋的时候，直接登上了一艘是中国大陆的船舶，扣押了军民两用的关键物资，所以他们就是要打死伊朗的军火重建。第二件事情是9月底的时候，美国国会爆料，中国多次的向伊朗运送它的飞弹推进剂关键原料，这个叫做高氯酸钠。好，这个是在飞弹上面协助伊朗。另一方面，他们也说呢，这个中国大陆还有卖跟这个伊朗呢协助他武器的部件，包括给他红旗9B 的防空系统，还有歼10C 跟歼20等的装备都有可能会给伊朗。那主要就是用石油来做交换。杨老师又怎么看？全世界现在只有美国在制裁伊朗啊，别的国家没有在制裁伊朗啊。因为伊朗自从在奥巴马时期跟西方包含俄罗斯、中国大陆签署了核协定之后呢，其实所有的国家都解除对它的制裁了。后来川普一上来之后，又退出这个核协定，可是欧盟、中国都没有退出啊。那但是川普一的时候呢，就针对他们自己的国内法常备管辖，说华为的孟晚舟在香港的企业有跟伊朗做生意，中间有夹有美国技术的这些零组件卖给伊朗，也因此呢，就要求加拿大软禁他1000多天。这个是你美国在制裁伊朗，你美国去打伊朗的所谓的核设施，也没有明确的这个证据。然后美国的政府的情报单位自己显示，其实根本没什么效果。也就是说，伊朗的核计划现在虽然近期有受到 IAEA 就国际原子能总署的一些指控，可是并没有明确的证据指出它在发展核武器。它最多其实是在浓缩铀的层面，而且是在这过程当中很清楚嘛。那是因为跟以色列跟美国之间的这种战争，然后呢飞弹整个过程当中它的一种自保一种战略。那但是很明确，它目前没有核武器，没有别的国家，也没有联合国下令制裁伊朗。为什么我们不能跟伊朗做生意？当然，你说军民两用的东西，这里面是要管制，但是它这个所谓的高氯酸钠，它是做火药，那但是也可以做飞弹。这些层面，你美国要去拦阻，依照你自己美国的法律，你就牵扯到就是你跟这些。比如说跟中国大陆在这个问题上就产生冲突，但中国大陆它也没有内部的法律可以去禁止中国大陆自己的民间企业去接伊朗的这个商业的订单呢。那只要通过它大陆出口的军民管制的这些措施，那都是合法的。所以美国自己常备管辖在做这个东西，然后呢拿这个东西来去指控别的国家，好像在帮助邪恶轴心。其实只有美国自己啊。在联合国通过一个决议，大会通过一个决议，153个国家支持，6个国家放弃，包含以色列。什么决议
要求要保护在加沙地区的联合国的救难人员，就会只有美国反对。是美国站在全世界在加沙问题上的另外一边呢，是美国在帮助以色列去轰炸伊朗。如果从这个角度，美国自己违反就是联合国的宪章，用武力攻击别的国家耶，你没有办法证明他有核武，那现在别的国家跟他做正常的贸易关系，你来去阻止，所以这个东西啊，我们在舆论上一定要很清楚的了解。美国当然可以说了，伊朗想要去发展核武，所以呢，别的国家你现在有点在帮助他啊，你透过民间，那因此我要拦阻你，可以啊，你就这么做，但是呢，你就变成是跟别的国家站在对立面，因为到目前为止没有证明他有发展核武，而且事实上他也没有核武。对，那别的国家到现在为止，包含联合国，也都说他没有。对，所以我觉得美国真的是在自圆其说他自己的常备管辖。确实哦，所以现在伊朗在美国跟以色列的这个威胁之下，它持续的加强它的空防，补齐它的战力。那刚刚提到了嘛，除了跟中国大陆买它的红旗9B 之外，另外2个还是在评估当中的，就是它的歼10C 跟歼20了。这一整套我们刚刚提到的3款武器，过去更是在这个印巴空战中击败过这个法国的标风战机。所以如果伊朗真的能够完成这些武器相关的部署，当然也要看中国大陆愿不愿意买啦。那以色列还会有优势吗？吕舰长又怎么看？当我们每一次都用显微镜甚至电子显微镜在看伊朗的时候，我们是用什么样的角度来观察以色列呢？我们都用望远镜啊，也就是看不清楚也没什么关系。每一次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是不是都是当中东已经获得一定的和平，以色列应该要恢复到正常内阁要重新改选的时候，纳坦雅胡这时候就来了。但是呢，我相信现在对于川普来讲，他一定是很困扰的。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看到他刚刚发布的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的时候，他特别有讲到中东这一个部分了。好，接下来在军事上面，我们今天要关心的事情是中国大陆一出手，现在中东的战力是否天翻地覆了呢？因为最新消息有伊朗现在的飞弹库是满血复活，有一个说法，2000枚骑射会来压垮以色列。那么底气来自于哪里呢？根据外媒的报道，就是来自于大陆。另外也传出来说，伊朗要买大陆的歼20跟红旗9B，如果真的发生的话，对于这个接下来的战力会有什么样子的影响呢？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关心。赶快来看到，难道这一次伊朗真的是满血重生了吗？因为就在11月12号这一天，伊斯兰的革命卫队在首都的德黑兰这边举行了这场非常大的这个叫做国防的成就展，立刻是陈列出了各种的武器哦，包括数十个不同型号的，不管是飞弹或者是无人机哦。那么这当中包括了有极音速飞弹啊、尼什，还有这一款叫做海巴尔谢坎的弹道飞弹，其中我们要来特别关注到就是这款弹道飞弹，它有什么样子的一些优势跟它的战力呢？它号称是伊朗版的碉堡克星，射程高达了1400多公里，那么弹头重量500多公斤，它的瞬间的撞击的速度可以达到3马赫的一个速度哦。所以我们来看到 CNN 这个时候就点名了说，伊朗为什么能够在这么短时间，只有半年的时间就能重建它的飞弹军火库？答案来自于，就是因为大陆给他们的底气。因为大陆方面呢，从今年的9月份开始，就不断的运送2000公吨是用来制作飞弹的这种固体燃料，这个叫做过氯酸钠。预计这批原料就能够让伊朗来制作出非常多，高达500枚的飞弹。CNN 更是预估，如果冲突再起的话，伊朗这次的战力会超过6月的战力，一次可以就发射2000枚的飞弹，压倒来自于以色列的防卫。伊朗半年内又快速的复活，极音速飞弹再加上碉堡克星，以色列的噩梦来了吗？难道他的底气是真的来自于北京吗？张将军怎么看？我认为这个是现在伊朗要对以色列实施饱和攻击，那就要飞弹的数量要多才能够达到饱和攻击的效果。那现在按照伊朗的，因为美国对伊朗经济制裁40年，那40年，伊朗在这一方面的这些经济的条件、科技的条件，毕竟代差落得非常的明显，非常的大。那现在靠谁？靠中国大陆。那中国大陆，那伊朗穷啊，但是伊朗有一个好处，叫伊朗石油。伊朗最大的石油输出的地方就是中国大陆。
好，那拿石油来换钱，拿钱来买技术，买相关的零组件。所以我认为它必须有3个突破。第一个，飞弹的燃料，因为现在飞弹呢很少用液态了，液态毕竟这个不稳定，而且这个装填之后24小时要发射，那都用固态。那固态燃料，那现在谁能够供应？那像中国大陆买嘛，很容易拿钱来买。所以我们讲的是固态燃料。第二个，零组件，伊朗做不出来的啦，它只能拼可以。那这个重要的零组件从哪边来？要从中国大陆。我们知道这个伊朗在中东啊，因为它8000多万人口，算是一个在整个中东阿拉伯地区算是个大国啊。它又是这个回教什叶派，是比较主张激进的基本教义派的，是这样。那它这样子很简单，要向中国大陆买零件。那中国大陆，你既然要买零件，中国大陆的专业的人员、技术的代表也要靠中国大陆，要这个样。然后最后一个，伊朗是不是要？我们讲 offset 就是技术输出，就是说我不能一直在靠中国大陆啊，你要到时候要教我，我也要会啊，是要这个样，我不能一直靠你技术代表过来啊。那伊朗在这方面也要形成一个气候，就是技术的保障，希望伊朗到最后能够自力更生、自主国防，是这个样。那这样的话，我认为威胁最大，我们看到来了以色列，但是我们知道以色列它会相应的来提升它的军力，它现在整个中东的地区，你先来看。首要的目标反而是伊朗。你看看这个加萨的这个巴勒斯坦也好，这个黎巴嫩真主党也好，现在叙利亚也被美国摸头了。本来的叙利亚后面是伊朗在挺的，现在叙利亚的新总统现在是由美国，他到白宫去访问呢，上个礼拜这很清楚了。那也门的胡塞组织呢，后面的老板也是伊朗，所以看出来说，伊朗目前最大的威胁就是以色列，以色列最大的威胁也是伊朗。那个沙烏地阿拉伯沙特啊，反而跟这个以色列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处于这个冷和，比较但有一些心结，但是问题是美国在后面，那两个就不会没事。只要美国在，这个以色列跟沙烏地阿拉伯两个会没事，那就是伊朗。所以伊朗在这方面，它所承受的威胁可能会越来越大，来自于以色列，因为以色列把它周边的都已经解决了，它就可以专心一意对伊朗。那伊朗的威胁压力增加，他就要找替代来源，就是中国大陆。那他就要先强化军备，所以伊朗的空军缓不济急，所以先发展飞弹为快。你要以航空还是以飞弹来主？你哪一个？航空时间久，成军的时程拉得很长，没有办法，缓不济急。但是飞弹很快，飞弹直接现在它又是3倍音速，到最后面3倍音速，将来伊朗可能还会往极音速去发展，就是高超音速要到达5倍音速以上，所以变成载的弹量要够500公斤以上，0.5公吨以上啊。另外一个速度要快，然后看看伊朗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我们的 CEP 值就是圆周弹道误差要准。你不能把弹道黄胶，你打出去就弹道黄胶啊。换句话说，惯性导航跟这个卫星导控里面的抗干扰能力还要够强才可以。所以伊朗在这一方面绝对要靠中国大陆，中国大陆支援多少，伊朗的飞弹的技术才会提高到多少。好，所以我们看到伊朗现在面对加剧的地缘政治，来自于美国跟以色列的这个威胁哦。所以刚刚将军帮我们看到嘛，先来做比较简单的，至少先把飞弹发展起来，再好好的布局它的空军。那确实，刚刚除了飞弹之外，伊朗确实也有想要好好布局它的空军，所以他现在也计划用它20亿美元价值的石油来买大陆的什么呢？2大杀器，第一个就是歼20隐形战机了，第二个就是防空系统红旗 9B。他说红旗 9B 之后会来搭配俄罗斯的 S-300整合系统，补上伊朗它等于它防空的最后一块缺口。如果真的有这些武器的话，对于它的战力会有多大的提升？能够跟以色列来稍微做制衡吗？厉将军怎么看？6月份这个伊朗跟以色列12天的战争当中，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用的是战机如入无人之境，然后在整个伊朗上空对它这个肆意的攻击。那伊朗能够反击的力量，大概就是用它的导弹。当然，双方这12天打下来的话，伊朗这个几乎可以说是完全没有空防，完全是在裸奔的状况之下。当以色列刚开始初期的时候，它可以拦截到一些伊朗的导弹，但是后期来讲的话，
它慢慢这个防空系统也破了一个洞让这个伊朗的导弹可以攻击它很多重要的军事设施。所以伊朗现在最急的一件事情，应该是它怎么样建立它的防空的系统。那防空有2种一种是矛，一个是盾所谓盾，当然就是防空这个导弹为主它现在有的是俄罗斯的 S-300，但是数量来讲远远不够，能力来讲可能也比较弱。那如果说能够获得大陆来讲红旗9这款，红旗9大概比照的等级大概是美军的爱国者3这种等级所以它防空能力是比较强，可以有效的建立一个区域防空的一个体系。那如果说是能够建立来讲，我相信以色列或者是美国的 B-2轰炸机应该是不敢在这么嚣张的如入无人之境到伊朗上空来肆意的攻击。当然，如果说能够获得矛，也就是歼20这款战机，那我们从印巴空战可以看出来，光歼10C搭配到这个PD-15歼导弹就可以对印度造成这么大的一个战胜的一个战果那如果说是这个歼20来讲，它隐身战机，我相信它的效能一定比歼10C更要好。那这样的话，更可以有效这个遏止以色列或者是美国对它本土的打击。但是我们要有待观察，歼20这个，我相信中国来讲，不见得愿意会卖给伊朗。好，所以我们看到一方面美国也看在眼里面对于现在整个伊朗，然后有背后中国的撑腰，所以美国华府现在非常的焦虑了。赶快看到最新消息民主党的议员赶快联手，他们一起致信给国务卿卢比欧跟 CIA 说呢，大陆提供给伊朗这么多的化学品来帮助他的军备重建，这是对于大陆来说对于伊朗来说很重要的事情。而且大陆呢，它的已经势力从欧洲扩展到中东国家去了，整个威权正在扩展当中。我们还记得这个川习会才刚落幕，谈得不错，川普有可能在这时候对于大陆做出制裁吗？那川普手上又有哪一些牌可能做反制呢？聂老师又怎么解读 ？OK， 古语有一句话叫"只管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那你什么做都可以，那别人做都不行。你可以说。在这个加拿大呢开 G7 会议2天后说，对不起，我要离席，我要回去做一个重要决定，2个礼拜，然后就告诉这个伊朗说2个礼拜你再不怎么样，我就要去炸你。结果2天就 GBU-57就炸进去了，60公尺深的专体的这个炸弹。这件事情，请问全世界有谁打法？没有，因为美国人做才是对的，美国人去支持以色列是好事，是拯救全球，你觉得是吗？中美之间的这一场军事之争，我们特别要来关心到的是6代机，尤其是大陆的6代机，这个歼36 2号机这一次大改款，被视为是一个急速的进化，力拼2031年要成军。那么中国的6代机能不能横甩美国4年以上呢？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心。这个是最新消息，美军这一次恐怕真的是要紧张了，因为呢，大陆的第2架它的歼36原型机最新的影像再度的曝光了，大家看到说上面这一次不再只是一个小修小改而已，而是一个比较具有结构等级的大改款，所以被外媒这样子做评论，他认为是明显的它的进度远远的超出预期了。今天有3个关键他们大升级的点，带观众朋友来看到。等一下会请将军，因为是比较专业的一些术语名词，等一下请将军带我们来看。升级的地方包括它的进气道，这是第一个。第2个事情是它的发动机的喷管也是大升级了，它可以在高空低速失速的状态下维持它的机动的优势。另一方面，我们来看到它的试飞也变得更快更好了，1年内至少2架原型机，并且说已经进入到工程的验证加上结构筛选的一个最新阶段了。这是有关于这个歼36的进度，6代机。另一方面，美国呢，它的6代机 F-47，我们来看到，虽然喊说2028年会做首飞，但是现在看起来完整的外形到现在都还没有公布，所以呢，专家是这样评论，认为说中美之间战机的世代差距现在已经逐渐正式的被打开来了。歼36第2架原型机外形确实是跟第1架还是差很大的，所以我们会认为解读会不会像是过去歼35那样走1机2型？那么量产前后的整体调整跟未来的战力，将军怎么评估？我认为它有一些改版，它第1架出来的时候经过试飞验证，它可能在气动力这一方面，还有推力这些方面呢，是有一些问题，然后来做调整。所以你看它的发动机的喷口，它已经让它凸出来，为什么？让它
的推力，让它喷出来的气流更顺畅，那更有推力，更产生推力。所以这个时候，它把这个后面的发动机变成绞型发动机，让它推出来一点点，它是这个样。然后进气道呢，进气道它让了气流能够平顺呢，它把它做了一个设计的更流线，让它进气的时候更能够吸更多的气，然后进入燃烧室，然后燃烧喷出去。所以它这个在推力优化，它做了这个，我们讲到它推力这一方面跟飞机的航程还有最大的速度是有关的。第二个，我们来看，因为歼36啊，它没有垂直岸地面。我们看了美国 F-22、美国的 F-35都有，中国大陆的歼20也有，中国大陆的歼35也有，但是歼36没有。你看它是没有垂直岸地面，没有垂直岸地面在空中会飞行的时候会有偏侧滑的现象。那侧滑的现象呢？我们有一个 damper， 那个叫做辅助器，会把你做校正。它那个电脑换算非常的快哦，大概每1秒钟就大概换算100万次，给你做调整。它的动哦，让你看不出来，但是问题让飞机能够平顺。但是问题是，可能它在试飞阶段可能有偏侧的现象。那有偏侧现象怎么办？把这个我们讲了，它的垂直岸地面放在2个翼尖。左翼尖跟右翼尖，你看它凸出来了，是它让它不会有在高速状况下不会有偏侧现象。你看那个飞机里面那个针球仪哦，它不会摆动，不然飞机的话就是很稳定，这样稳定。因为摆动的状况之下，因为电脑换算还是有毫秒、微秒的时差，还是会偏侧。那经过这个在翼尖的这个垂直岸地面的辅助器之后稳定了，因为它把它抓准了。那又没有垂直岸地面，又有这个垂直岸地面的功能，我认为这是它加大的设计，是这样。那最后一个，我认为它的是让它的这个整个的机型哈，尤其是机翼把它优化，优化变成气动力最佳化。所以我们来看这个歼36，它将来的如果要生产量产的话，它经过这2次，这第2架也是原型机，原型机一定做测试，不是量产机，量产机还没开始。那量产机完毕之后啊，才开始要训练，才能够完成 IOC 初级作战阶段。初级阶段的时候，经过种子教官培训出来更多的飞行员之后，才能变成达到 FOC， 变成全作战阶段。这个就表示这个成军呢可以列入作战序列了。所以它这有这个等次。那现在的只进入这个第2架的我们讲的测试的原型机，量产机还没有开始。所以中国大陆它是稳扎稳打，它不要冒进。还有呢，那我认为歼36这个大量推出来之后，可能就要关掉歼11B， 它就不生产了。歼11，那你要关掉个生产线了，歼11B 它不生产了，因为歼10C 还要外销，但是歼11B 它可能就不要。那来把这些所有的生产线来做歼36，所以这第6的战机可能在2、3年后就会形成作战的能力。好，2、3年后形成作战的能力。那我们来做假设，一旦真的成军，接下来对于第一岛链的冲击到底有多大？请教杨老师。那另外就是也跟美国来做一个相比，因为现在外媒也推估美国的6代机落后大陆3到4年，2个问题，老师怎么看？美国人自己推测2028年6代机可以这个成型量产，现在看起来是倒过来，是中国大陆的2款6代机，说不定在28年能够量产。美国到目前为止，它的6代机还真的连楼梯响都还没有听见。我们看到原先的设计图推动了一阵子之后，又打掉重来。不过，川普还是坚持要做 F-47，因为他是第47任总统。可是两边的6代机的相比较，我觉得这还要时间去验证。那但是呢，美国的6代机很显然到目前为止，它没有跟别的国家的合作，所以到后来它如果要出售，或者是跟别的国家的合作，看起来不是这个方向。因此，它做好之后，你现在如果讲到第一岛链，它会不会卖给日本、卖给韩国，像 F-35或 F-35B 一样？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的问题。而日本、韩国愿不愿意去买这个美国拖延了这么久而成效有限的6代机，那去跟谁打？我觉得日本、韩国可能也不这么愿意。可是，在中国大陆这边，你看到整个从5代机、6代机在这个区域战区的数量上，以及作战的这个效能上，就很清楚。像上次日本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凌晨2点钟开记者会，大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原来是雷达照射。那是呢，歼15跟 F-15这2款机就差别很大了那歼15
这个 F-15小泉，我们刚才看到。就是主持人拿那个手套，他大概只能拿那个手套，看着手套说要冷静，要冷静，不然我会被打。他其实是非常不冷静的，那手套大概都撕了。所以呢，你这个飞机的差别就代表着你这个战争的胜负嘛。你现代的武器、现代的军事就是如此。如果中国大陆在有2款6代机，如果都能够量产，而去支援在这个区域的5代机跟这个4代机、4.5代机的这个作战的时候呢？那对于区域的拒止能力更会加强，以及在区域的制空能力上绝对会主导。而美国这个时候呢，6代机可能还在工厂里面设计，还是在制造之中，不知道。好，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持续来看到这个，我们刚刚比的是战机嘛，那我们现在也不只是比说这个战机的性能跟它的设计，也来比整体的这个工业体系。今天关心的2个公司，第一个是沈飞，第二个是成飞也动起来。沈飞，我们先来看到最新消息，2022年他们打造的这个航天城的部分之外，2024年他们更是正式的进军在低空经济。那成飞呢？成飞则是一天征地200多亩，说要打造空天装配基地，做战机也要做衔接航天、货运航天飞机的浩龙计划。汉庭怎么看接下来对于歼36多大的这个研发跟量产的优势？美军还在画大饼，中国已经试新机，6代战机谁争锋？东方巨龙已腾云。那到底大陆强不强？我们要听美国人怎么讲。好，那当然了，美方他可能会刻意的放大啊，来凸显美国自己要更加的努力。美国空军作战司令部前司令马克·凯利将军，还有空军部长弗兰克·肯德尔多次在听证会和内部报告当中都说，美军现在落后中国大陆，而且有3个扎心的现象。第一呢是进度恐慌，因为大陆已经先做出来了，我们的还在研究阶段。大陆在第6代的战机研发上按部就班，甚至在某些子系统的迭代超过了美国。所以美军内部报告警告，如果呢下一代的航空权项目再因为经费而延迟，2030年天空的主人就姓钟而不姓美了。而第二个是成本的恐慌，因为在美军制造的第6代战机单价就要3亿美元，哇，这是在打造黄金吧？那中国大陆呢？虽然价格没有公布，但可想而知，经由工业化跟体系化的量产，一定成本是比美国还要来得更加的低廉。我们都知道，中国大陆最大的优势，就不论发明什么东西，最后都有机会变成白菜价。而再来第3个是技术迷航。就当美国还在搞优化，中国大陆已经在搞重构了。美国的空军参谋他说要暂时暂停，并且重新评估 NGAD 次世代平空制空权的项目。为什么？因为他们发现本来美国自己研究啊，他们想象的6代机长什么样，结果发现呢，中国大陆想的六代机，而且呢发明出来的东西比他们想的更好。这个表示大陆在6代机的制定标准上抢占了话语权。而且呢，提到了成飞跟沈飞的大动作，这才是让美国人更害怕的地方。代表中国大陆军工已经进入了完整的体系化跟集群化的战斗模式。首先，空天一体，成飞呢要搞航天城，不仅是做战机啊，连货运太空梭浩龙都一起做。这表示未来的歼36可能不止在平流层飞，它随时可以跟外太空的卫星、轨道器进行降维连线。甚至呢，产能我们说几百亩地砸下去，这个不是为了种菜，这是为了要自动化的装配线。所以美国现在造一架飞机，感觉像是在绣花，慢工出细活啊，因为它确实慢。但是中国大陆未来造飞机，就很可能呢是在印钞票，一旦成型，就是铺天盖地的数量优势。所以大饼画得再圆，也飞不上蓝天 ；PPT 做得再美，也挡不住歼36的闪电。好，中国大陆跟伊朗的关系在升温，而且在这个经贸上面，甚至在军事里面有许多的合作吗？加强合作吗？今天我们一起来做关心，这是来自于《华尔街日报》的最新爆料。他说，北京现在正在暗中操作一个神秘的小金库，这间小金库叫做初心的融资机构，专门就是替中国大陆跟伊朗之间做这个石油换它的基建的相关的交易。也就是说，伊朗卖给中国大陆石油，中国
大陆帮伊朗做基础建设，彼此这样子做一个合作。但是呢，爆点就是在说，现在其实都查不到这一间公司刚刚说的初心。那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幽灵般的金融通道，但是每个月它可以承接非常大的金额，达到数亿美元的一个资金进入到伊朗去。那《华尔街日报》在这边也特别讲说，是这个资金是怎么运作的呢？首先就是中国的买家先把钱打进到初心这间公司，初心再把资金交给伊朗承包工程的在当地的中国企业。那这些基建的背后就会有中国信保这间公司来做保驾护航。那到底是不是抹黑中国，还是有可能存在这样子的一个小金库？干哥怎么看？哎呀，《华尔街日报》，你要先发这个文章之前，要跟 CIA 先谈一谈嘛，对不对？去印证你的这个消息来源对还是不对。这家公司叫 Truesin 啊，就是说华尔街他们的编辑已经查出来了，就是说每个月会存入不是数千美元，是数亿美元到 Truesin 的他的国际账户里面，再由这个账户再转给伊朗的相关单位，都不是由政府出面啊，都不是由。听清楚，这些绝对不能由政府来出面，就好像我们现在常讲的，为什么中国能够突破重围，还是可以拿到 H20的晶片啊？那你说你洗产地嘛？啊，这不是从新加坡的公司，就是从马来西亚的公司，让中国的那个相关的企业能够拿到先进的晶片。所以现在你说你查到这家公司叫初心。但是初心它到底扮演什么角色？你绝对查不到，不可能让你查得到。这也叫什么？这也叫一部分的战略准备。为什么？因为跟伊朗购入石油，中国来帮伊朗来这个强化基础建设的目标，甚至也有可能用这个北斗系统来取代 GPS 系统，这个都是有可能的。那中国每个月都在做这样的事情。老实讲一句，它一定是在台面底下，那个属于什么？那个属于谍报片的层次，属于什么？属于国家最高机密的运行。所以我觉得《华尔街日报》你没有经过很好的验证之后，说初心公司很可能就是在做中国跟伊朗之间以石油换基建的这个桥梁，你的调查报告还不够深入，因为为什么？这是最难查出来的一块，而我也相信中国有的是本事，可以拿到伊朗的这个好的石油跟好的条件，只是这些台面下的进行，我们都不会知道真相。如果是说是真的话，那中国大陆就拿这些石油做一个战略上的准备。那岳老师又怎么看？我相信这个事情是真的，但是我也相信《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是错误的，是误导的。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事情呢要做的话呢，实在是好处多多。而且伊朗这么多年长期下来的话呢，讲话很狠，他的底气在哪里？伊朗的总统叫佩泽西昂扬，伊朗是非常奇怪的，伊朗是一个比较倾向美国，他的老百姓比较倾向美国国家，他们的高层呢，宗教领袖是非常反对美国的。那伊朗的话呢，没有任何东西，唯一有东西就是伊朗石油。我坦白讲，伊朗跟沙烏地阿拉伯他们地是连在一起。这石油田就在那边不是你挖就是我挖那么要不挖白不挖，所以说大陆一定会想到挖伊朗的原油。这个实际上伊朗确实很丰富的，伊朗人到现在为止，他们经济很惨，但是呢惨是惨，但是能够生存下去，而且还能够发展出自己的各式各样的武器，是什么原因？大家要想一下。但是《华尔街日报》的话就要嫁罪嫁祸给中国，就出现了一个三不五时会出现这种莫名其妙的报道，只是它太合理了。伊朗不可能坐以待毙伊朗。话呢，表面上是说跟俄罗斯好，实际上的话呢，它的武器的进口的或者基建，尤其是基建因为最近的消息的话，伊朗现在要把他们的浓缩铀的话呢，要往下再挖30公尺，要到达了一个100公尺的地方，在地底下，那由谁来负责呢？那当然是由会盖基建的人来负责嘛。想也知道对，如果这个交易是真的话，那中伊之间其实不管是在经济或者是在军事上面，彼此都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等一下同样的问题也请教委员。那另外一方面，在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伊朗除了给中国大陆它的石油之外，我们也要来看到它现在或许还可以得到的就是北斗卫星。原因是因为呢，伊朗的航天研究所的所长最近他亲口承认的一件事情，他说在以伊战争里面，当时他们使用的是 GPS， 但是他发现 GPS 有很多的问题，常常会受到干扰，那伊朗的行动就会受到巨大的挑战。所以呢，他们现在跟这个北京磋商之后，已经预计了最快只要1到2年的时间就能够引进
大陆的北斗卫星来全面取代 GPS。那如果真的拿到，对于伊朗在军事上面的优势跟战略的优势又会是什么？等一下2个问题，请教委员。对，我先讲一下这个支付系统哦，就是这个支付系统一定不存在哦。那么大家可以想当然尔，如果没有这件事，它不存在；如果有这件事，它也不会存在。那它如果存在了，就让你西方国家找到了把柄啊。所以这个支付系统是你完全就像哈利波特里，就是你看不见的魔法部在那里哦，它就在做一个顺畅的运作。那当然，我看了一下这个相关的资讯，它的这个运作是相当丝滑无痕的哦，就是也相当的合理。我想刚才干哥跟韵老师都提到了嘛，伊朗不可能坐以待毙啊，他总要把他东西卖出去。那对中国大陆来说，我为什么要管你美国的这么多的相关的莫名其妙的规定呢？我能够买到便宜的石油，我当然先买了。不要说中国大陆买了，我坦白跟各位讲，这个当时在禁运这个俄罗斯石油，当时要施加相关的一些制裁的时候，连台湾也被美国指证说你们也去偷偷买了哦。台湾也有可能去偷偷买啊，因为这个油经过转了好几手之后，台湾真的中油知道你这个油是不是从俄罗斯来的吗？你根本不会知道的。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对中国大陆来讲，它透过这个支付系统，用基础建设的这些相关的零件、零组件，或者是相关的这些工程建设经费来换石油，这是相当合理的，而且中间找不到任何的这个金流的过程。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是真的是一个存在，就是事实上如果真的有这个看不见的支付系统的话，这个支付系统的设计是相当精密的哦，就完全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不管华尔街这个日报怎么叫了哦，就叫得再大声，你找不到就是找不到嘛哦，你只能怀疑哦。那到底要怎么样来证明？没有任何人可以证明的。但是我认为，其实这对中国大陆来说当然是一个好的状况。我能够买到便宜的石油，我能够结交一个新的盟友哦，那么我能够增加我的全球影响力，对他来说是何乐而不为呢？那你更不要讲说他最近这个伊朗向中国大陆球员说，希望能够也用北斗3号的系统哦。我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北斗系统跟 GPS 的差别在哪里，差别在精度哦，就精准度哦。那么 GPS 的精准度大概在5公尺到10公尺之间哦，就5到10公尺。可是北斗卫星系统的这个精度在至少是5公尺，那么在很多地方它的精度可以到2公尺到3公尺，所以各位就可以了解说精度上其实就已经有很大的差别了。特别是中国大陆的北斗这个系统，它从北斗1号、北斗2号到现在北斗3号哦，它的北斗3号，它从1号当时只有3颗卫星，它到北斗3号的时候，它已经有30颗卫星在地球上空了，包含20颗。地球的中原轨道的卫星，包含3颗地球的同步轨道卫星，包含3颗地球的静止轨道卫星，它总共有30颗卫星在太空中所以当然北斗3号的卫星系统，它在定位上，目前为止看起来是远远超过 GPS 的。那这也不意外，这对于伊朗来说，如果你是伊朗哦，你看到美国是怎么修理你的，你看到西方国家是怎么修理你的，你还会相信西方的 GPS 技术吗？你难道不会怕说你仰赖它的 GPS 技术，到真的要打仗的时候，忽然你的 GPS 技术失灵了吗？所以我觉得不只是像 GPS 像这种定位系统之外，包含像未来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就是美国不喜欢的国家，或者可能被美国不喜欢的国家，未来都会尽一切的可能去把它国内所有对美国跟西方国家依赖的科技也好、军事装备也好，全面的做置换。而中国大陆当然是一个他们最好的选择。